大家好，我是竹君律师。虽然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但有的时候面对一些坏蛋，你想要制衡他，好像又只能把他做的坏事公告给大家。可是你又会害怕说，我今天爆料会不会被别人告妨害名誉？所以今天想要教大家的是，第一次诽谤就上手哦。为什么这一期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呢？因为妨害名誉系列啊，尤其是诽谤，其实近几年在律师同道之间，大家普遍认为这个罪它是蛮难成立的。所以如果当事人来找我们，尤其如果当事人又是名人的话，我们其实蛮常会劝退他们的，要不然一个不小心他又会变成什么法院认证的圈圈圈，什么法院认证的空干王啊等等的。但近期有一个令我蛮惊讶的判决，就是周玉蔻跟张淑娟的案子。他最近做出来，我是蛮被这个判决吓到的。我先简述一下这个案件事实好了。因为案件中的告诉人就是张淑娟女士被诽谤的这位女士，她这个言论内容其实我认为是蛮伤害她的，所以影片中我不会再去陈述这个言论的细节。张女士呢，她告了2个人，其中一个是知名的主持人周玉蔻。如果有在看传统新闻媒体的，应该都认识这位主持人。周玉蔻她做了什么呢？她在民国111年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是县市长选举。那她为了评论台北市长的候选人，那个时候是候选人蒋万安市长，她就去挖掘了蒋万安市长长辈的绯闻。那他指称说，这个绯闻案件呢，当中这个绯闻的女主角就是张女士。那甚至在节目中，他把张女士的姓名啊、婚姻啊、职业啊、社会活动、照片等等的个人资料都做一个揭露，所以张女士就认为说，这个严重妨害到我的名誉了嘛，是诽谤，所以她就按铃申告了。案件顺利起诉之后，法院最终是判决周玉蔻需要入狱服刑1年6个月，没有给她缓刑哦，所以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是真的就是会进去，就是不能有任何的替代方案。所以假设他没有上诉的话，但他应该是会去做上诉。那我们先说一下，法院认定的罪名是说，他在节目上公开个人资料，并且去传述不实言论这件事情，同时触犯了刑法310条2项的加重诽谤，以及个人资料保护法当中的非公务机关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那因为它是一个行为2个罪名，同时触犯2个罪名，所以就是想象竞合，他要从一重处断，就是选一个比较重的来罚。所以他最后就是判他说非法利用个人资料论处，然后判了1年6个月。那刑法310条第2项的加重诽谤罪是什么？一般的诽谤是用讲的嘛，就是我讲说，那个人是一个小三，或那个人行为不检这种。但加重诽谤就是假设你是用散布文字或图画的方式来表示这件事情，那就是加重诽谤。所以像他是在节目上嘛，那会有文字，会有画面。所以现在网络媒体不是很发达嘛？如果你发表文章、贴文、限时动态，这一些都是在加重诽谤的范围内。但成立加重诽谤，首先你要成立诽谤。诽谤到底是什么呢？有些人会念毁谤，但不是，它是诽谤。就是你去散布、揭露、揭发、宣传、传递、叙述，这些都包括一些可以毁坏他人名誉或贬低人格的言论、非正确事实的言论，这些都叫做诽谤。那如果评论这家店很难吃，老板态度很差，这就构成毁损他人名誉吗？算是，因为对大家来讲，他吃店他一定要吃好吃的嘛。那或者是老板态度很差这件事，是他人格的贬低评论，这个都算是毁损名誉的一种。可是诽谤它是有一些免责条款的，因为大家应该也感觉出来吧？如果真的难吃，我不能讲，那不是很伤害言论自由嘛？所以它有2个状况是不能惩罚的。第一个就是假设你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是事实，而且跟公共利益有关，你就不会有诽谤的问题。比如说，你说小明殴打了小华，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毁坏小明的名誉？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小明是一个暴力狂。可是你确实目睹了这件事，而且确实小明有做这件事，甚至被法院判刑了，那你这样就不会有诽谤的问题，它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还有就像 Me Too 案件，你说一个人性侵你或性骚扰你，那是不是足以毁坏他的名誉？当然是。可是如果你可以证明他真的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不
不会有罪。而且这个足以证明为真这件事情，其实是放得蛮宽的。它只要你有经过合理的调查，可以相信它是真实的话，就像记者，他有情报来源，他调查过，那他可以相信说，哦，这个真的是实情，有可能是真实的。就算他最后被证明不是真实，他也不会认为这个记者有诽谤。但真实言论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他是单纯的私德，比如说我的邻居，他不是一个名人，他就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普通人啊，他单身，他每天晚上都带不同的伴侣回家啊，我去社区里面说他私生活很乱，这样子就算我可以拿出监视器说，哦，法官你看他真的每个晚上都是不同的女生哦，这样子的话，法官也会跟你说你是不是住海边，这样也是不行的哦。所以我觉得有些评论蛮危险，就像 D 卡上很多人会去爆料自己的前任的男女朋友有一些渣男渣女的行为，这个其实都蛮危险的，除非他是名人啊。通常政治人物的私德，就是他交男女朋友，即便他单身，大家也会认为这个东西跟公共利益有关。第二个不法的情形就是，比如说你是善意的言论。那什么叫善意的言论？最常被拿来讨论的状况就是可受公平之事，对社会大众有关的事物，你去进行适当的评论的话，这个也是不法的情形。就像 Google 评论，你开门做生意了嘛？那真的客户去尝试了之后，留下自己对于这个食物的主观感受，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有捏造事实，假设你根本没有去吃，但你说好难吃，又或者说你为了报复，然后你说什么哦，我在这边吃到蟑螂，这个就不行，这个就即便你是发表可受公平之事，它还是一样是诽谤的问题。之前的蛋黄酥里面吃到蟑螂的事情，是不是有办法构成诽谤店家？如果他真的吃到蟑螂，他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没有问题。但如果他是造假的，因为他后来蛋黄酥也丢掉了嘛，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检验说那个蛋黄酥里面是内部是不是真的残留那个蟑螂的病菌。那确实，他如果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是真的，那有可能他会是诽谤。为什么说诽谤这件事情有点难以成立呢？因为其实法界一直有把诽谤除罪化的说法，主张废除的人认为说它其实是非常消耗我们的司法资源的。那并不是因为它纯粹多，我们就认为它消耗。法务部有一个统计，在101年到110年这10年当中，妨害名誉的案件有15万件，这个还是过往10年的资料，现在是持续增长中。可是其中有高达72%是不起诉的，其他刑事案件呢，它不起诉的比率是37%。所以你可以大概很粗浅的认为说，有很多诽谤的案件是没有这么有理由的，所以到检察官那边很容易被不起诉。当中因为调解而撤告，因为它是告诉乃论嘛，你撤告之后，它就不会有问题的。它的比例是44%，所以有蛮多案件都撤掉了。就算到了法院，就是检察官已经认为说 ，OK， 好，这有可能是诽谤，送到法院之后，100件当中有30件会撤掉告诉，相对于其他案件啊，100件当中只有8.6件会撤掉告诉，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不用动用到刑法的，很多都是当事人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很浪费司法资源。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诽谤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妨碍言论自由的啦。那他讲的意思是说呢，妨害名誉它其实包括公然侮辱，包括诽谤。那你想哦，我骂一个人白痴，跟我说一个人私生活很乱，这个对当事人的伤害其实是差很多的吧？就是被骂白痴跟被传说一件假的事情，其实对他的伤害是差很多。但是在刑事上，因为刑度普遍偏低，所以你反而没有办法去彰显这个行为责任的差异。反倒是如果你走民事，其实民事法官是可以去追究说你侵害的内容跟你侵害的媒介，还有对当事人名誉造成损害的严重性，来做出不同的损害赔偿，它才是真的能创造出差异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妨害名誉其实就走民事就好了，认为它应该要废除。我原本以为这个罪其实应该会朝废除的方向走，可是112年6月9号的时候，宪法法庭做了宪判字8号的判决，他其实还是认为所谓的诽谤或妨害名誉这个罪章，它是没有违宪的问题的。但他强调啦，做出诽谤的这个人必须要有真实恶意。最早你的诽谤罪，你是要证明说，哦，我讲的是事实才能不罚。4至509号之后呢，他是认为说，虽然你不能证明真的是事实，可是你只要证明说你有理由相信它是事实，那也不能罚。那112年最新的这个，他是更严格了。他认为说，你必须要这个人真的有诽谤的恶意，
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或因为他重大轻率的恶意而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要做到这个程度，你才能用诽谤罪去处罚他。所以他其实一直在放宽，但他没有要除罪的意思。那网络上流传的骂人价目表是真的吗？有一个网络上有个骂人价目表，什么王八蛋要赔1万块，神经病要赔30万等等的。可是我看那个表，它其实是混杂了刑事的罚金跟民事的赔偿的，所以它其实不是一定，并不是说你真的我到时候我想要骂人的时候，我就挑一个轻的来罚，还是挑一个我可以承受范围能力的，其实不是哦。它最后的赔偿还是要针对具体状况去看。回到周玉蔻这个案件啊，那为什么法院会认定他有诽谤呢？主要是因为周玉蔻小姐在一审提出的资料，她主张她的情报来源，那个情报来源是有出庭作证的，但她否认了她有跟周玉蔻讲这样的事情。她除了否认她有跟周玉蔻讲这个绯闻的这件事情之外呢，她也提出了一些证明，说依照她个人经历，其实她根本不可能去接触到这个绯闻内容，所以法院就认为说，那周玉蔻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是真实，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善意，我们刚刚讨论的那2个例外，所以还是判他有罪。这个罪责不低啦，其实不低的情况还有一个个资的问题。之后周玉蔻小姐她应该是有上诉的，那就要看看说2审法院有没有办法认同说她真的有善意相信这个言论，或者是周玉蔻小姐有跟张女士达成和解，那可能就有机会再做减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妨碍名誉这个罪章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啊，我个人是也不能太认同说它完完全全被除罪化的，因为毕竟造谣一张嘴，但辟谣的人要跑断腿嘛。就像大家知道历史上很有名的潘金莲，她其实是被恶意丑化的嘛。她被丑化的原因是因为她的老公就是武直，他本名叫武直啊，就武大郎，他其实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书生。那他后来当了县令，就有一点像县市长。他不愿意让自己的朋友走后门去担任官职，然后因为这样子，他的朋友就出去造谣了潘金莲跟武大郎这个很荒诞的故事。那1000多年以来，你看有哪一部影视剧作品，或有哪一个评论家去帮他翻案吗？没有啊，因为大家都想要看一些比较血腥的故事，尤其是现在资讯流通这么快速，然后大家又依然这么的喜欢血流成河，所以语言的力量其实真的是不输刀枪的，所以这是我不赞同完全除罪化的原因啊。所以那个底下留言骂我的人要小心一点。小姐我揍你！大家对于妨碍名誉这件事有什么想法？赞同除罪化还是不赞同？都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我是朱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